保安在巡逻时惊恐地发现，本该在停尸间躺平的女尸，竟离奇地出现在电梯里。这一幕顿时给老头看傻了，不知所措的他只好向警局求助，可电话刚刚挂断，诡异的一幕却再次上演。原本躺在地上的女尸居然不见了，这可给老头吓坏了。他拼命地跑，拼命地加速，直到彻底远离殡仪馆，才终于松了口气。然而下一秒，一辆疾驰的轿车却迎面将他撞飞出去。由于老头在车祸后完全失去了意识，警方不得不先行展开调查。根据登记资料来看，失踪的女尸名叫马卡，是本地知名企业家。她在今天早上刚刚被送到殡仪馆，死因则是心脏病突发。了解完死者的基本情况后，警长老白立马带人查看了监控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除了大门口的设备外，其他监控竟然全部发生了故障。如果将这件事和丢失的尸体联系在一起，就让人不得不产生怀疑，马卡的死或许另有隐情。与此同时，死者的丈夫强哥正沉浸在失去妻子的痛苦之中，可当马卡的亲人离开后，他那一脸的悲伤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借着夜色的掩护，他悄悄来到一处居民楼，而里面住着的赫然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。两人刚一见面，强哥就迫不及待地吻了上去。很明显，这个渣男早已背弃了曾经的爱情，他本打算拿到遗产之后就立马带着米勒远走高飞。然而一通来自警方的电话却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。殡仪馆里，老白对强哥进行了简单的问询，虽然没能问出任何线索，但他却敏锐地发现这个男人似乎有点不对劲，他实在太过冷静了，根本不像是刚刚失去妻子的样子。这也让老白不得不怀疑对方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而在警察讨论案情的同时，强哥也没有闲着，他偷偷给情人打去电话，让他调查一下那名躺在医院的保安。强哥能感觉到警方似乎对自己有所怀疑，所以他必须要知道保安当时究竟看见了什么。然而1个小时过去了，强哥不仅没有等来米勒的消息，警方也没有放他离开的意思。他实在坐不住了，便向警员提出想要回家。可就在对方安抚他的时候，整栋大楼却突然断了电。由于卷毛警员要去排查故障原因，强哥不得不再次回到房间。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，身后却突然传来阵阵响动，而声音的源头赫然是那间空无一人的停尸间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强哥缓缓推开房门，怎料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写有妻子名字的小盒。盒子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物品，只是放着几件马卡的遗物。但当强哥将目光转向一旁的储物柜，原本还算平稳的呼吸顿时就变得急促起来，因为里面放着的那个小瓶正是他杀害妻子的关键道具。1天前，强哥在为妻子准备的红酒中偷偷加入了一滴 TH16， 这是一种酱香型口感的毒药，服用者会在8小时后突发心脏骤停，并且即便尸检也根本查不出任何原因。强哥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没想到竟在柜子里发现了这个小瓶。就在此时，殡仪馆的供电突然恢复，他来不及多想，急忙将小瓶塞进裤兜。下一刻，老白就带着手下推门而入，眼尖的卷毛很快就发现了异常。死者的遗物本该锁在柜子里，可现在不仅柜门敞开着，门锁还有被撬开过的痕迹。于是他立马对着清单核对遗物，竟然发现少了一部手机。纵然强哥解释说不是自己干的，但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相信他的鬼话。男人没有办法，只好一件件掏出随身物品。不过办案经验丰富的老白一眼就看穿了强哥的小伎俩，他强行搜遍了对方全身，很快就找到了那瓶藏在裤兜里的毒药。强哥说这是在地上捡的，但老白却在小瓶上发现了强哥实验室的标签，于是他直接把小瓶丢给手下，让他送去化验。老白质问强哥 TH16 到底有什么作用，男人随口编了个用途，最终才侥幸敷衍过去，暂时打消了警方的疑虑后，强哥提出要去趟厕所。等到警察离开，他再次拨通了情人的电话。强哥把之前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米勒，他怀疑偷尸体的那个人一定是发现了马卡的真正死因，虽然不清楚对方的目的是什么，但如果不解决此事，他和米勒就永远得不到安宁。挂断电话之后，强哥猛嘬了几口华子，可就在他准备出去的时候，身后却再次传来一阵开窗的声音。在窗台边上，强哥发现了一个信封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放着一张过期的邀请函，而纸张背面的那句话更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。原来那天在宴会结束后，强哥就收到了米勒发来的消息，但那条短信的内容居然和纸上写的一模一样，所以马卡很可能早就知道了强哥与米勒的关系，甚至他还有可能知道两人的杀人计划。想到这里，强哥顿时感到一阵心悸，马卡真的死了吗？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，强哥将撕碎的信件扔进马桶，可在冲水时他却突然发现水箱里居然没有水。此时恰好卷毛找了过来，无奈之下，强哥只好忍着恶心，把碎纸片全部塞进嘴里。吃饱喝足后，他被卷毛带进了保卫室，因为警方在里面找到了一条损坏的通风管道，而管道的尽头不仅直通殡仪馆外围，警方甚至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脚印。现在老白基本可以断定，马卡的尸体就是从这儿运走的。那么本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难题，这一切到底是谁干的？老白自然是怀疑强哥的，但由于证据不足，还不能将其逮捕。而强哥则认为失踪的妻子根本就没死，这一切都是他在自导自演。就在此时，电梯突然发生了故障，等到大门再次开启，楼道里竟诡异地触发了火警。正当众人快
快速穿过走廊的时候，强哥突然接到了米勒的电话，于是他立马躲进一旁的房间。怎料两人还没说上几句，他却震惊地发现妻子的停尸房手环竟莫名出现在眼前。强哥将自己的推测告诉了米勒，虽然亲眼看着妻子喝下了毒酒，但这一系列的怪事却都在逼着他接受一个现实：玛卡可能没有死。随着火灾警报的解除，强哥果断挂掉了与米勒的通话，但他打电话的一幕还是被身后的老白看了个正着。他没收了强哥的手机，并让手下去检查他的通讯记录，没想到对方早有防备，根本没留下一丝线索。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刚刚的火灾报警竟然是强哥丢在厕所的烟头引起的，而经历了大雨的洗礼，殡仪馆里恐怕再也查不到任何的线索。原本案件即将陷入僵局，怎料那瓶 TH16 的检测报告却恰好在此刻被送了过来。在得知了这种药剂有着延时8小时心脏骤停的效果后，老白当即吩咐手下联系车辆，他要在警局重新审问强哥。由于身份发生了重大转变，男人被强制关进了小黑屋。可就在他思索着该如何自救的时候，身后却再次传来了奇怪的响动。他循着声音来到停尸间，竟在裹尸袋中摸到了一部手机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屏幕上的联系人竟是自己死去的妻子。这一夜经历了太多诡异的事情，让强哥紧绷的神经都变得有些麻木。等到他缓缓抬起手机，对方恰好在同时挂断了电话。从床上挂着的名牌可以看出，手机的主人名叫阿隆索，而打开对方的通讯录，里面竟只有妻子一个人的联系方式。强哥不明所以，只好将电话拨了回去。接电话的女孩是博斯科酒店的服务员，而这部属于玛卡的手机则是他刚刚在卫生间里发现的。听到酒店名字的瞬间，强哥突然想起了这个阿隆索到底是谁。不久前，他和妻子在博斯科酒店吃饭的时候曾经见过对方一面。玛卡当时介绍说，阿隆索是自己的律师兼心理医生，但此刻再次回想起当天的场景，强哥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于是他立即联系了米勒，并让他上网查一查这个阿隆索到底是谁。如果能够查到对方的身份，或许就能打破现在的僵局。不久后，强哥被带到了警方的临时办公室，而老白也彻底捋顺了整起案件。他认为强哥先是用 TH16 杀了妻子，随后又悄悄偷走对方的尸体，这样就不必担心尸检时发生意外了。强哥闻言立马指出老白话里的漏洞，假设是他杀的人，那为什么要把毒药带过来呢？偷尸体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他和妻子相亲相爱，完全没有杀人动机。强哥本以为老白手里没有证据，没想到对方却是有备而来。老白告诉强哥，3个月前玛卡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，只为搜集他出轨的证据，而一旦拿到了完整的证据链，届时只要起诉离婚，他就是1分钱也别想带走。所以在净身出户的威胁下，他确实有着充分的杀人动机。老白的分析环环紧扣，强哥眼看就要认罪了，却突然听到了侦探的名字阿隆索，那不就是里面那具尸体吗？于是强哥当即带着老白走进停尸间，可当他抓起名牌展示给对方的时候，竟然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。强哥闻言一愣，连忙夺过名牌看了一眼，怎料竟真的不是阿隆索的名字。他以为是自己拿错了，结果找了一圈却发现一个叫阿隆索的都没有。他还不死心，又拉开裹尸袋确认，这下彻底心凉了。强哥实在是想不通，对方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竟能在不知不觉间完成偷梁换柱。等到从厕所出来，强哥见没人跟着自己，立马给米勒打去电话，而对方刚刚收到一个 U 盘，正要将里面的内容传给他。看着手机里的彩信，强哥一时间陷入了沉默。他本以为这段地下恋情隐藏得很好，没想到竟被侦探拍了个清清楚楚。不仅如此， U 盘里还存着大量的录音文件，这说明强哥的身上一定被装上了窃听器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玛卡根本就没死，一切都是他对强哥出轨的报复。为了米勒的安全考虑，男人让他赶紧离开住处，同时也告诉他不必为自己担心，因为只要玛卡还活着，警方就不能拿他怎么样。可就在米勒走出居民楼的那一刻，电话里却突然失去了他的声音。强哥立马意识到对方一定是发生了意外，于是他急忙找到老白，命令他立刻放自己离开。眼见对方无动于衷，更是一把将其推开。没想到下一刻，他却迎来了结结实实的一拳。再次醒来，时间已经来到早上。考虑到米勒目前生死未卜，强哥被迫与老白达成一项约定，警方负责帮他找到米勒的下落，而作为交换，强哥则需要坦白所有的犯罪事实。时间回到8个月前，那天是新学期的第1堂课，没想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竟意外闯进了强哥的生活，只一眼他就被女孩的美貌深深吸引。在强哥猛烈的攻势下，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，但只终究包不住火。强哥已婚的消息很快就传入了女孩的耳朵，为了能跟米勒双宿双飞，强哥做出一个禽兽不如的决定，他要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。听完对方的作案动机后，老白忽然提出一个问题，既然玛卡喝了那杯含有 TH16 的毒酒，那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
这个问题其实也曾难住过强哥，但在得知妻子雇佣了私家侦探后，他便有了一个推测：或许玛卡早就知道自己的计划，他根本没喝那杯下了药的毒酒，亦或是他明知杯中有毒，却还是一饮而尽，只不过提前服用了解药罢了。讲到这里，强哥已经将自己的犯罪事实交代完毕，他希望老白能够信守承诺，赶紧帮他找到失联的米勒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负责搜查任务的警员突然传来消息，他们不仅在强哥家里发现了殡仪馆的路线图，甚至还在他的车上找到了运动鞋和铁锹，并且这双鞋的纹理竟和警方之前发现的脚印完全吻合。现在老白已经十分肯定，杀人和偷尸全都是强哥干的，但男人却始终坚持妻子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 Mike está detrás de todo. Lo ha preparado con la ayuda de alguien. Quería simular su desaparición y a la vez asegurarse de que despertaría. Joder, está viva. 两人各持己见，谁也无法说服对方，所以现在只有找到米勒，才能证明强哥说的都是真的。随后老白将他押上警车，准备回到局里再做打算。怎料还没开出多远，案件就有了重大突破，因为警方刚刚在附近找到了玛卡的尸体，在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后，强哥仿佛瞬间被人抽走了全身力气。但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老白竟然说根本就没有米勒这个人。当警察根据强哥提供的地址赶到现场，只看到一间空置多年的旧房子，而周围的邻居也从未见过一个名叫米勒的女孩。 所以，关于米勒的一切，不过是强哥编出来的谎言罢了。短短几句话，老白就彻底击溃了男人的心理防线。他让手下联系法医带走尸体，随后遣散了其他工作人员。就在他准备带走强哥的时候，却突然遭到对方偷袭。抓住这个机会，强哥拼命地朝着树林深处跑去，忽然脚下一软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反观老白却像是胜券在握，一脚将对方掀翻在地。在确认了周围没有人之后，他缓缓蹲在强哥跟前，道出了一个深埋心底的秘密。10年前的今天，老白一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 在这场车祸中，老白和女儿伤得并不严重，唯独坐在副驾驶的妻子当场就陷入了昏迷。如果肇事者当时能给医院打个电话，或许能把妻子从死神手中抢回来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肇事车辆竟然直接逃离了案发现场。事后，老白和女儿苦苦回忆，终于记起了那辆车的号牌。循着这条线索一路追查，他最终锁定了2名杀人凶手。为了给惨死的妻子报仇，老白足足等了10年之久，直到女儿升入大学，他们才终于迎来了复仇的机会。首先是米勒以身入局，他主动接近强哥，并引导对方产生杀人的念头。等到玛卡死后，再由老白完成偷尸嫁祸等一系列操作。无论是在强哥车里发现的作案工具，还是那瓶莫名出现在停尸房的 TH16，全都是老白计划中的重要一环。他要的不仅仅是复仇，更多的则是要让杀人凶手在临死前尝尽绝望与痛苦。算算时间，从昨晚到现在马上就要8个小时了。那么强哥体内的 TH16 也差不多该发作了。好电影百看不厌，我是亨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